为了救邻居家年迈的父母，我被砂纸车撞断双腿，邻居却借着照顾我的名义霸占了我家房子，给我喂馊饭、喝凉水，甚至胁迫我去大街上乞讨。最后我忍无可忍，用尽力气从阳台翻了下去。再睁眼，我回到了邻居求我帮忙照看老人的那天。我二话没说，当着他面啪地关上房门。小李，你关门做什么？昨天不是说好了帮我照看我爸我妈半天吗？他们就在这儿，你快让二老进去，我赶着去签合同呢。我无视门外的喊声，背靠门板，浑身颤抖地看着自己还能活动的双腿，努力平复好心情。我趴在猫眼处看向门外，陈建国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头发抹得油亮，正急躁地拍着门。他左右各站着一位老人，头发花白，拄着拐。这一回我绝不会再走老路。陈建国还在拍门，两位老人在他身边微微发抖，似乎想说什么又不敢。陈建国被他们的瑟缩惹得更烦，压低声音说道：爸妈，你们站直点，别一副哭丧脸，我这是去谈正事，给你们挣养老钱，再磨蹭人家老板就走了。你们一会儿见的那小子，记得喊亲切些，别让他有理由拒绝。两位老人嘴唇哆嗦着，终究没发出声音，只是眼泪顺着满脸的沟壑流下来。陈建国见状，烦躁地踹了一脚墙根，转而更用力地砸我的门。小李，你在里头干嘛呢？你昨天不是答应我帮忙照看我爸妈的吗？还说跟咱爸咱妈投缘，要一起喝茶听戏的。我这都敲了半天门了，你快开门接一下，我这是真耽误不起。小李，你听见没有？前世的悲剧就是从接驾这两位老人开始的，这一世我宁可被骂冷血，也绝不再沾着浑水。门外的催促一声急过一声，我深吸一口气，平复心跳，猛地拉开了门。陈建国举着手愣住，随即堆起夸张的笑容。哎呦，小李呀，你可算开门了！我在外面都敲门都敲了老半天了，你看我爸我妈都等着呢。爸妈，快跟小李进去，今天就由他负责照顾你们。他说着就把两位老人往我屋里推，老人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我立刻用身体挡住了门缝，脸上挤出歉意的笑。陈哥啊，真对不住，接到公益活动中心刚来电话，说有个紧急会议，必须让我这个副组长去一趟，今天恐怕帮不了你了。小李，你这不坑我吗？昨天咱说定的时候，你可没提有会，我合同都跟人家大老板约好了，你这临时变卦，我怎么办？你这不耽误我大事吗？你连工作都没有，什么狗屁合同，分明就是个甩锅的理由。你那是能不能改天？我这边可是接到的紧急通知，非常重要。我都约好了，你凭什么让我推掉？你这什么破会？能有我挣几10万重要？要我说，你这副组长也别干了，操心那点芝麻小事有啥用？专心帮我看着我爸我妈，他们跟你亲，这是你的福气，多少年轻人求都求不来这人份。如果说这样所谓的福气会让我下半辈子瘫了10年，生不如死，我宁愿不要。我没有因为前世的事情找你的麻烦已经很仁慈了，今生休想让我再管他们家的烂摊子，让我辞了街道的职，专门给你看老人。行啊，那你开个价，我现在在街道清闲，有面子，每月还有额外补贴和奖金，给你家当全天看护，24小时待命，做饭喂药还得担责任，这得算笔账。看在老邻居份上，1个月5万，不过分吧？你是刷卡还是现金？钱到账，我们立字据。5万，小李子，你开什么玩笑？我拿你当邻居，你拿我当冤大头呢？街里街坊互相搭把手，怎么还扯上钱了？你也太见外了。那就是不想给钱了。不给钱，我凭什么丢下自己的事，白给你当保姆？陈哥，咱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单纯就是邻居，那亲兄弟还没算账呢，何况邻居，没得谈。小李呀，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知道老麻烦你不好，可我也没办法。你看我穿得像个人样出去，就是为了这个家。我媳妇跑得早，我一个人养俩老人，我容易吗？现在我厚着脸皮让你照顾，是因为我这是要去见一个大客户，谈成了就能给我爸妈换好药了，到时就不用老麻烦你帮忙照看他们。小李呀，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这一家子，行行好。见客户，他又是去哪个赌桌谈生意吧？真以为我不知道？小李啊，就麻烦你了，可怜可怜我们吧。是啊，小李，我们平时也没什么事，就是晒晒太阳，你给我们做顿饭吃，分好药就行。看着两位老人浑浊眼睛里卑微的祈求，我装作一脸为难的对着他们说：不是我不近人情，街道那边真是紧急任务，点名要我这要是丢了这份工作，后半辈子该怎么办呢？你看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更是难上加难，没钱了，我也活不下去啊。人老了，对现实最敏感，比起自己那个靠不住的儿子，我这个邻居偶尔给的暖意或许更实在。两位老人对视了一眼，昏花的眼里闪过挣扎，然后慢慢转过头，看向自己儿子。建国，要不你改天再签那个合同，别耽误小李子的正事，他也不容易。你们老糊涂了，他说啥就是啥。我告诉你们，今天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那破会能有我这事要紧，他就是不想帮。别以为一句不容易就能搪塞我，我话就放在这里了。就算他工作丢了，今天也得给我照看着你们俩。我不想在这里继续跟他们扯皮，于是把手机贴在耳边，故意提高了嗓门：喂，王主任，我马上到，已经出门了，您放心，10分钟准到。说完，我不再理会陈建国铁青的脸和老人无措的眼神，利落的转身关门反锁，急急忙忙的走了。我在小区附近找了个商场，
直接就在里面宅一天。等我晚上回去小区的时候，刚到单元门口就被1楼的赵婶拉住了。哎呦，小李，你可回来了，出大事了！下午你们楼那个陈建国在家里发疯，又摔东西又骂人的，声音大的吓人。好像是老爷子劝了他2句，他气急了，一甩手，老爷子头磕在地上了，流了好多血。老太太吓得跑出去喊人，结果下楼梯时摔了，救护车刚拉走，一家3口都进医院了。还有你可小心点，那陈建国放了狠话，点名要找你麻烦呢。怎么会这样？我虽恨陈建国，也怨这对老人前世的懦弱奸揭害了我，可我从未想过让他们遭此横祸。哎，谁说不是呢？老2口年纪那么大，身体还不好，造孽啊！真事儿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我一夜辗转难眠，天刚蒙蒙亮，决定还是去医院看看。还没等我出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打开门，外面站着2位面色严肃的帽子叔叔。请问是李卫国同志吗？有人指控你涉嫌见死不救，间接导致他人重伤，请配合我们回去了解下情况。故意伤人？帽子叔叔，我什么时候故意伤人了？你隔壁的住户陈建国报警，指控你昨天使用的刺激性言语，间接导致2位老人情绪不稳，引发老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建国自己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老爷子都进医院了，居然还想把这盆脏水扣我头上。帽子叔叔，这是我的身份证，还有昨天我去商场的几张小票，证明我一天都在商场里面。2位老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和后续意外与我无关。好的，我们需要核实你提供的这些信息。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商场查看监控录像，以证明你确实在商场里面。当然可以，积极配合查案是作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最终经过一番细致的核实，帽子叔叔确认了我的不在场证明，排除了我直接或间接参与当日陈家事件的嫌疑。我带着些许疲惫回到家中，刚想松口气，手机就嗡嗡地震动起来。李默，你给老子出来！昨天要不是你见死不救，临时变卦，我爸我妈能出这事吗？医药费好几万，这钱你必须出，还有后续的营养费、护理费，我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少一分我都跟你没完。真是倒打一耙，我还没有找他算账，他倒是先找我讹诈了。陈建国，请你搞清楚几点：第一，那是你的父母，不是我的，法律上没有规定邻居有必须替你赡养老人的义务。第二，根据帽子叔叔目前了解的情况，老人受伤是与你发生争执间接导致的，与我无关。你喊我赔什么钱？当我是冤大头吗？小李啊，说话留点余地。老陈他是不对，但现在家里老人躺医院，你也理解一下，远亲不如近邻，还是要打好关系。既然你们这么觉得，那我们来个轮值看护排班表吧，一人照看1天，大家觉得怎么样啊？群里一时安静下来，谁都不愿意帮陈建国照看老人，所以小区里面的邻居也不劝我了。陈建国报警不成，还有小区群里撒泼也没有效果，倒是消停了几天。我以为这件事会慢慢冷下去，没想到第2天，一个媒体采访的视频被发到了小区群里。李默，他没有良心呐！我爸妈把他当半个孙子看了，平时有点好吃好喝的都想着给他留一口，可昨天我真是有10万火急的正事，就让他搭把手照看半天老人，他却找借口跑去闲逛。正是因为这样，导致老人摔倒受伤，躺在医院里受罪。大家评评理，他是不是该负起责任？医药费、后续照顾，他难道不该承担吗？我也不求别的，就求他有点良心，出来负责。真是会演啊！单是听这话，指不定以为这俩老人是我爸妈呢。陈先生，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呢？您为什么会一定要求他来赔偿2位老人的费用？你们是亲兄弟，还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邻居。邻居？你的意思是，就只是邻居？自己的父母自己养，跟邻居有啥关系？这种邻居关系随沾上随倒霉，怕不是他家灯泡坏了都得怪你没帮忙换。所以这是自己没照顾好老人，把锅全甩邻居头上了，这人的逻辑是得够吃了吗？鉴定完毕，有一个自己不行还怨天尤人的。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错，真不知道这人脑回路是怎么长的，以为网上的人都不带脑子吗？陈建国想利用舆论给我施压的算盘落空后，又暂时没了动静。我看时间还早，提着果篮去了医院。病房里，陈老爷子头上缠着纱布，闭眼躺着；陈老太太脚上打着石膏，躺在另一张床上。小李子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听说受伤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哼，假好心！要不是你昨天不肯帮忙，我这把老骨头能遭这罪。建国说了，就是被你气的。陈建国不讲理，这老头也不讲理，果然是一家人。老爷子，您这话我得掰扯清楚。您是陈建国的父亲，于法于理，我都没有必须照看您的义务。我念您受伤不便，不跟您争执，也请您想一想，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完，我转身就走。刚走出病房没多远，就在走廊转角瞥见了陈建国。我立刻闪身躲在了隔壁病房。真是阴魂不散，逮着机会就想咬我一口。不过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回到家，我立刻在网上挂出了房屋出租的信息。由于地段和户型不错，很快就有中介联系。
李先生，您这房子保养的这么好，租这个价格有点低了，还可以在网上谈谈。租金低点没关系，但我对租客有要求，最好是懂格斗男性，体格要很结实，很有气势的那种。这算是什么要求啊？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果然没2天就有合适的租客过来看房子，他是个职业保镖，身材魁梧，我很满意，当场就签了合同。随后我向公司提交了调往外地分公司的申请，从找租客到联系搬家公司，前后不过3天。李先生，你搬得这么急，是有什么急事吗？是有些个人原因，我那隔壁邻居可能之后会有些纠缠，如果他有任何无理取闹的行为，你不用客气，该报警报警，该强硬就强硬，当然尽量别动手。李先生放心，我干了这么多年的保镖，知道分寸，讲理的人我客气，不讲理的我也有办法让他讲理，不会给你添麻烦。那就好，有事随时电话联系。处理好一切，我拖着行李箱前往机场，飞往了另一座城市。新环境、新工作、新同事，扑面而来的忙碌让我将陈建国一家的事抛之脑后。大约1个月后，工作和生活都逐渐步入正轨。我坐在咖啡馆悠闲地喝着咖啡，顺手发了个朋友圈。这时手机突然震动，是那位租客发来的消息。程先生，看您朋友圈定位在外地，这房子您是打算长租不回来了吧？发生什么事情了？李先生，你搬走后大概半个多月吧，隔壁那个陈建国就找上门了，嚷嚷着让你出来，说你答应过要负责照顾他爸直到康复。我开门后他愣了一下，然后就问我是谁，你人去哪了？我告诉他这房子你已经租给我了，他当时脸都绿了，还叫嚣着等你回来再算账。果然，在陈建国的逻辑里，是我间接导致了他父亲受伤，所以我就该负全责，辞职去当免费护工，最好再自愿承担所有医疗和后续护理费用。他自己作为亲生儿子，反倒想把这份责任甩得一干二净。他没为难你吧？那倒没有，就是反复追问你的联系方式和新地址，说你把他拉黑了，想借我手机给你打电话，我没答应，直接告诉他我不清楚你的事，让他有事自己想办法，然后就关门了。之后他也没再来了。好的，我知道了。如果他还来纠缠你，不用客气，直接报警处理。放心吧，李先生，就我这模样和职业，一般人也知道不好惹。他那点心思，无非是欺软怕硬。这通电话后，我继续专注于自己的新生活。大约过了1年多，租客联系我，因工作变动不再续租。我抽空回到原来的城市处理房屋事宜，重新回来这里。我做好了可能会遇到陈建国的心理准备，但当我走到那层楼时，却发现隔壁的房子大门敞开着，里面是一对正在布置新家的年轻夫妇。我带着些许诧异，默默收拾好自己的房子，下楼扔垃圾时，恰好遇到了在小区花园散步的赵婶。哎呦，小李，你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赵婶好，回来的匆忙，就收拾下房子，没来得及跟大家打招呼。回来就好。哎，你走了之后啊，这边可是闹了一阵，就你隔壁那老陈家。陈建国后来怎么样了？你搬走后，他那算盘落空，找不到人当冤大头，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照顾俩受伤的老人。可他那性子哪是能静下心来伺候人的？老爷子伤口恢复慢，需要定时换药做康复；老太太脚不方便，也要人搀扶。听说在家没少摔东西骂人，嫌老人拖累他，他又没个正经工作，坐吃山空，那点老本和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钱，很快就见底了，连给老爷子买好点药的钱都挤不出来。后来呢？后来啊，他居然瞒着所有人，把2位老人送到一个远房表亲那儿去了。结果没2个月，那位表亲大概是受不了负担，又把2老给送回来了，就丢在原来小区门口。老爷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最后是帽子叔叔介入。那之后没多久，这房子就挂出来卖了。他父母去了养老院，至于陈建国去哪了，没人清楚。要我说，陈建国也真是的，咬咬牙找份工作不行吗？听完赵婶的话，我并未感到轻松。陈建国是什么人，我再清楚不过了。当天晚上，我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在一个讨论债务纠纷的论坛，我发现了几条引人注目的帖子。发帖人愤怒地控诉一个叫陈哥的人，以合伙做生意为名骗走了集资，然后失联。线索指向邻省一个以矿业起家，近年却因资源枯竭而显得混乱的小城。看来他甩掉了年迈的父母这个包袱，带着卖房的钱，不是去重新做人，而是钻进了更深的泥潭，骗钱、赌博，甚至还有其他违法犯罪的事。之后我请了年假，亲自来到了这座灰扑扑的小城。最终根据网上零碎信息和实地暗访，我锁定了这家位于老城区、门脸不起眼却常有各色人进出的棋牌室。我躲在斜对面的便利店门口，装作玩手机。傍晚时分，一个熟悉的身影晃了出来，是陈建国。他正和旁边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男人说着什么，点头哈腰，姿态卑微。他们分开后，陈建国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拐进旁边更深的巷子。看来他不仅躲，很可能还陷得更深。
接下来的几天，我伪装成一个急需用钱、有门路但却启动资金的落魄商人，通过一些中间人，刻意在陈建国活动的圈子里放出风声。果然，鱼儿很快上钩。经过中间人牵线，我和陈建国在一个嘈杂的茶楼包间偶遇了。他看到我时，震惊的眼珠都快瞪出来，脸色瞬间变了几变。李默，真是巧啊，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老邻居。陈建国，是挺巧。小李，不，李兄弟，当初是我不对。你看，这他乡遇故知，也是缘分。我听说你最近有点门路。你听谁说的？跟你没关系。李兄弟，实不相瞒，我这2年也吃了不少苦，就想找机会翻身。你有发财的路子，拉老哥一把，我出本钱，37不28分，18252，我就是想赚点辛苦钱。你本钱，陈建国，不是我看不起你，你那点底子。我把老房子卖了，还有些，总之我能拿出这个数，只要货好，周转快。我装作被他的诚意和本钱打动，勉强同意带他一起做这笔买卖。我设定了严格的交易流程，他需要先拿出大部分现金作为定金和疏通关系的费用，我负责联系上家和确保货物安全。陈建国被巨大的利润许诺冲昏了头脑，几乎没怎么怀疑，就赌上了全部身家。深夜，陈建国提着装满现金的箱子再来到指定地点，而我早已通过匿名电话向当地帽子叔叔举报了该区域有重大非法交易，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李兄弟，货呢？商家什么时候到？快了。不过陈建国，我一直有句话想要告诉你。什么？你的财运到了，不过是帽子叔叔给你送的银手镯。这是警笛声。李默，你赢我，你播得好。他的话被迅速包围上来的帽子叔叔喝止，陈建国被按倒在地，那箱用来翻身的赃款成了他参与非法交易的铁证。几个月后，我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陈建国因非法持有大量来源不明资金，意图进行非法交易，并结合后续调查发现的其他诈骗行为，数罪并罚，被判了重刑。而论坛里那些被骗的人，大部分也都追回了损失，而我终于摆脱恶人，未来的路在我自己脚下，清晰而开阔。